高中考完，大学联考，其实知道自己数理不行，也不喜欢背，所以法商也都不考虑。那时候大概就是志愿选填，就是社会、社工跟教育这样。在心理卫生中心工作的经验，只要你自己愿意，都可以给你足够的机会。所以除了病房不能去之外，在桃疗里面所有的业务，像资源转介啦、司法鉴定、心理剧或者是居家巡回治疗等等，我都有去参与跟学习。初期我刚当WORK的时候，其实很多家属都是经过求神问卜的那些经验以后，觉得真的无效才会进入到精神医疗来，直接到医院来，这样的接受度是越来越高。有时候我们都会建议家属用另外一个眼光看待他们不是不愿意，而是他现在不能。这个不能就是需要我们大家一起来帮忙，我们要共同来看到是他们跟疾病对抗的那个努力的那个坚毅跟勇气，我们可以给他更多的支持跟包容，社会更友善的愿意看待他们，这个更容易帮助他们在社区可以更好的生活。那我觉得在精神医疗社工资源连结一个很重要的目的是去污名化，他们也是跟大家一样可以被看见，在社区被看见因为他被看见才有机会被民众理解，因为有被理解才有可能被修正。我们的病人不像一般大众认为他是一个不定时的炸弹，他们因为生病脑部的缺陷，所以他们其实不会用心计，他们想法不会拐弯。现在对精神医疗社工的期待跟我们服务的一个对象，坦白说越来越多元。譬如说现在政府很重视的一个9药饮，或者是说心理卫生预防的部分，另外就是儿童可能有早疗的。现在政府又很重视长照，精神病人的长照怎么做，一定跟其他内外科是不一样的，这一块也都是新的议题。这些其实都要在临床实务上你遇到了，你自己要去充备自己很多专业上的职能跟训练，才可以去因应这么多新兴的业务跟服务族群的需要。像我在这个领域20几年了啦，对，我觉得的确会有很多的挫折感，可是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信念是很重要的，因为你的协助跟介入，他们的生命得以改变的这一些过程，其实在的都是凸显出我们自己在专业上的一个成就跟自信。